她是小镇上最贵的女人，每一天都会有男人排成长队，想要和她度过一夜春宵。这天，安琪儿一如往常的接客，可眼前的男人却并不是来寻欢，反而对安琪儿说。安琪儿对此并不在意，因为一周内她已经听了5次这句话。这些男人们无非是想把体验变作永久。听着眼前的男人畅想着他们的未来时，安琪儿把他赶了出去。可没过多久，男人在负了648找到他。经过一番无心的谈话后，男人的钱财也随之付诸东流。他叫做麦克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只是在送货的途中看了一眼，便爱上了窗内的美人。可从事这种工作的姑娘，怎么会轻易将自己托付呢？在安琪儿小的时候，狠心的父亲将他们母女俩抛弃，母亲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和男人们做起交易。后来，安琪儿的母亲生下了重病，最后撒手人寰。失去至亲的安琪儿被人收留，却没想到就此跌入了深渊。她被贩卖给了一个公爵，而公爵是个有恋童癖的大坏蛋。就这样，安琪儿在一份畸形的爱中活到了17岁。命运的跌宕和造化的弄人，让她在这个年龄遇到了她的亲生父亲。随后，安琪儿将父亲带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得知犯下受刑的父亲拔枪自杀，而安琪儿也在这天逃了出来。她本以为自己会拥有新的生活，可没想到悲剧并没有打算放过她。安琪儿再次被卖给了一名有钱的富人，从此以后，每日都会有男人疯抢，想要和她度过良宵。如果安琪儿敢有一丝反抗，她便会遭受严厉的惩罚。在这样昏暗的生活下，安琪儿开始变得麻木，同时也成了富人最赚钱的工具。也在这天，她遇到了与众不同的男人麦克。在经过2次的拒绝后，安琪儿没想到他还会找上门来。这一次，麦克没了以往的深情，更多的是对安琪儿生活的痛惜。可安琪儿却说 You're a dirt farmer. 无意间的一句话，却正是给了麦克当头一棒。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，安琪儿的内心也逐渐开始动摇。于是他找到富人，表示自己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换来的只有富人的死亡威胁，以及下属的一顿毒打。第二天，麦克找到安琪儿，当看到自己的爱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时，他拿出了毕生的所有积蓄，从富人的手里买下了她。随后问安琪儿 Will you marry me? 在麦克的照料下，安琪儿终于成为了正常人。他们一起做烤鸡，一起在庄园除草，一起兴奋地钓鱼，一起砍柴，一起在凌晨去山顶看日出，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直到麦克的妹夫出现，这个女人半裸着身子躺在床上，想要做一些羞羞的事情，可男人却并没有这些想法，反倒还把她娶回了家。这个身世悲惨的女人，从年幼时就饱受公爵侵害，长大后又被老鸨看上，成了小镇上人人哄抢的头牌。直到麦克重金把她买回，才让安琪儿明白生活可以那么美好，她也可以有人爱。然而，直到麦克的妹夫出现，痛苦也随之而来。他一眼就认出安琪儿是不远小镇上知名的名媛，为了顾及大哥的面子，他没有点破。可当麦克离开后，他便原形毕露，表示安琪儿配不上麦克，也劝他不要祸害这个家。看着眼前拥有的一切，安琪儿渐渐有了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也在麦克安慰她，表示想生个宝宝一起生活时，安琪儿开始心痛起来，因为在年幼的时候，她不慎怀下了公爵的孩子，而公爵为了名声，不仅打掉了孩子，还让她永久失去了生育的能力。夜里的安琪儿久久不能平静，终于她放下戒指，选择离开麦克。也在这路上，她碰到了保罗，二人一同搭着马车离开。可在这半路上，丧心病狂的保罗居然提出了要求，他要和安琪儿去小树林玩耍一回。大约在5秒钟过后，保罗提着裤子走了出来。得知安琪儿重新回到了小镇后，麦克直骂保罗不是个东西。他赶忙冲到小镇，打算再次带他离开，却没想到3个男人围了上来。这小老弟是怎么事？麦克撸起袖子下去，扑哧就是一肘，回身反手又是一个大逼斗，抓着男人的裤子，我让你爱玩，我凑。麦克带着安琪儿离开，一路上也没能说下几句话。到了晚上，安琪儿发现麦克在偷偷的哭，这也让她极为愧疚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，安琪儿来到河里拼命清洗自己的身体。这个女人在河里拼命清洗自己的身体，就算手臂上出血也丝毫没有停下。她本是小镇上人人求之不得的头牌，却被男人麦克无条件的追求、原谅以及疼爱。本以为生活可以一天天地变好，直到这天，她看到麦克开心的抱着朋友的孩子时，还是会不由得心痛起来。终于她鼓起勇气，在田野里大方承认自己已经不能怀孕了。可麦克仍是温柔的安慰她，在亲吻了她的脸颊后，对她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. 这一天，安琪儿和麦克来到了他们第一次看日出的地方，二人终于在这一刻敞开心扉，开启了付费项目。在这之后，安琪儿还是选择离开，她给麦克留下了一封信，上面写道，他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姑娘，而自己什么都不能带给她。上一次的离开是因为愧疚，而这一次是因为安琪儿真的爱上了麦克。面对爱人的不告而别，这一次麦克淡然了许多。It has to be your choice. 离开后的安琪儿来到餐厅，应聘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然而也在这天，公爵的手下发现了他，安琪儿再次回到了噩梦开始的地方，更在这里看到了小女孩，这让他想到曾经遭受欺辱的自己。 How old is she, Duke? I need you to get cleaned up. You're going on stage tonight.
I need to put my best prostitute on display. How old is she? 8? 9? You jealous, Angel? You never could handle a woman, could you? 在听到女孩求饶的声音后，安琪儿彻底崩溃了。公爵要她化上浓妆，并向众人展示出来。这一次，安琪儿没有选择屈服，她走到台上，公然揭露公爵的兽行，直到被公爵抓回楼里，想要枪杀了他。幸好是一名黑人探长出手相助，安琪儿立马找到2个女孩，要带她们逃出去。There are little girls in here! 坏人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在3年后，保罗在一家学校遇到了安琪儿，他为自己先前的行为表示抱歉，并说到麦克在他走后一直是一个人，还在农庄里等着他。夕阳下，麦克如同往常一样赶着羊群，拉着马儿离着地，可就是不经意间的回头。玛丽苏文学全世界通吃，但也要知道，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值得被爱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后来安琪儿怀孕了，并且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和他们一起幸福的生活在金色的田野中。